1954年，高僧慈航圆寂，肉身至今不腐，成为了台湾一大奇闻。当年慈航呢，因为看不懂佛经而屡遭同门羞辱。那么慈航究竟是如何从一个看不懂佛经，到最后成为肉身不腐的高僧，甚至呢还留下了100万字的著作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中俄两国高僧肉身不腐之谜，以及这背后的故事。慈航生于清光绪21年，俗姓艾呢，字延才。父亲艾秉元是蒙古喇忽蒙的国子监生，母亲谢氏。慈航虽然出生书香世家，但自从父母去世之后家道中落，全靠自己谋求生路。小时候因为家境不好，虽然读过几天私塾，不过读书常常是3天打鱼2天晒网，连《论语》也没读完。字儿没认下多少，父母就去世了。母亲离世后，为谋生计，慈航只好辍学去学裁缝。后来又在寺院中为僧人们缝制僧袍。慈航非常仰慕那些个出家人，觉得他们活得清净自在，很是伟大。在寺院的方寸之地每到夜深人静之时，内心也会萌出出家的念头。所以17岁时，慈航便拜峨眉峰李自忠上人为师，剃度出家。由于字儿认得不多，而佛经上的文字又大多晦涩难懂。32岁之前，慈航参学求法只是听教于地贤大师，向度厄长老学习。尽管参学14年，由于看不懂佛经，对佛法的认识也是一知半解。不过这并不影响他修佛的坚定信心。民国16年，31岁的慈航前往了厦门南普陀闽南佛学院学习，不想却遭到同道中人的羞辱。看你的外表长得倒是挺魁梧的，也像个人样，怎么30多岁了，对这文字还是一窍不通呢？在《菩提心影》中慈航记载了一段往事。当时在佛学院学习时教文学的老师是厦门大学的文科教师。每当批改其他同学的作业时这老师都会在文章旁边或加圈或批改一些个标点。慈航笑着说道：“每当看到我的文章先生好像和我有仇一样，不但不批注连改也不会改。拿起他的大笔，在我的文章上面不问3七21，或者是挥笔一涂，或者是画上几个叉叉。”看来这文学老师对慈航的作文忍耐到了极点，懒得去批改，干脆直接打叉。慈航见状心中也只是苦笑，自己的文章把老师惹得如此的不痛快，心中也不是个滋味。他常为看不懂经书而苦恼，认为自己是根基浅薄。他对道安禅师说：“民国18年，我担任安庆盈江寺方丈时仍无法看懂佛学书籍。身为这一寺之主，寺众的领袖，却不能拨开身为佛学的道理，心中经常是又急又惭愧呀。我已经35岁了，但是上进的志愿并没有浇灭。”就在这时法舫禅师和唐大元在武昌办了一个佛学函授班，慈航立即报名参加，但是换来的却是一本自己压根儿也看不懂的讲义，只觉得脑子嗡的一下，心想这看都看不懂，还咋学呀？好在慈航并没有为此打退堂鼓，别人都是能写能教还能卖钱，我竟然连看也看不懂，真是太可耻了。不久他便离开了佛学院，不过他也养成了一个习惯，那就是日后不论身在何处，都随身带着那份讲义，随时拿出来，不管是否看得懂都必须认认真真的去看，就是为了磨砺自己。果然功夫不负苦心人。慈航在新州的某一天，突然犹如醍醐灌顶，智慧瞬间打开了。不仅眼前的讲义完全看得懂，并且能贯通佛学大义。
经过一番勤奋苦学，慈航终于闯过了文字难关，甚至在圆寂之前呢，留下了长达120多万字的慈航全集。日本侵华期间，日军在很多国家呢污蔑中华国民政府摧毁佛教，以此为借口侵华。在中国和佛门艰难之时呢，慈航加入了国际僧团，常年居住在南洋，组建了中缅、中印、中马等佛教文化协会，揭露日军的谎言。当时的佛教界呢，染上了世态炎凉的恶习。民国36年，元英法师呢亲自传付慈航法脉，慈航因此遭到僧众们的妒忌。中共窃国之后呢，取缔了佛教和道教，便在大陆大肆的迫害宗教信仰。为了躲避迫害呢，许多僧人也只好是逃离中国大陆，来到了台湾。慈航因此呢，收留了一些逃难的大陆僧人，不料此举呢，却被冠以匪谍的罪名，关进了监狱。有些僧人非但没有施于援手，反而呢是落井下石。所幸不久慈航被无罪释放。在动荡的时局中慈航经历了大风大浪，并提前预知自己圆寂的日子。民国43年5月6日，慈航在西直的弥勒内院圆寂了，并留下了遗嘱。3年之后开缸，如肉身不坏，则装金保存。不过这开缸的时间呢，就一直拖到了民国48年的夏天。当众人小心翼翼地打开大缸，眼前的一幕让众人是大吃一惊。只见慈航肉身呢，非但没有腐坏，甚至还长出了鬓发、眉毛和指甲，手足柔软，身躯自如。此事一出，震惊全岛民众立即成为了台湾有史以来破天荒的大新闻。民国著名财经专家朱敬宙在其著作《梦痕记》也记载了此事。他评价说，慈航已经预见到了自己的肉身会不腐，因此呢留下了一命。众所周知这肉身的一旦失去生命体征之后呢，能够促成生化所需的温度也会随之消失，因此呢细胞就会全部死亡，而且还会迅速的腐败。为什么慈航能够肉身不腐呢？朱敬宙分析得出的结论是，这是因为它自身的热能并没有消失，仍然能够促使身体机能生长。他还举了一个例子，民国39年5月，台北联合报的副刊呢报道了一则消息，德国人宁康曾亲眼目睹了西藏佛教中的种种神奇之事。宁康曾在西藏修行学法，自己的老师呢就是一位喇嘛，他在入定中呢释放出的热能能够将围在身上的湿毛毯烘干。一个修行者打到体外的热能尚且能够烘干毛毯，可想而知，这修行者体内存在的能量或许更加的惊人。朱敬宙根据自己对佛学的研究，提出了一个观点，他认为修行者体内或许自带三昧之火，能够自行解决人体内脏的水分，可以使肉身不腐。其实古今中外呢，在修炼界和宗教界出现大量肉身不腐的实例，也足以证明修行者自身携带的某种神秘的能量能够解决肉身腐坏的问题。比如这九华山高僧、河北香河奶奶等等，而在西方呢也不例外。肉身不腐现象挑战着现代科学和人们固有的认知。说到这儿呢，咱们再和观众朋友们分享一则俄罗斯高僧肉身不腐的神迹。上个世纪，俄罗斯境内呢有一位藏传佛教的喇嘛，名为伊蒂吉洛夫，也是第12世汗波喇嘛。1911年，12世汗波喇嘛成为俄罗斯布里亚特藏传佛教的领袖。他兴修寺院，开印经卷，致力于复兴佛教。他本人还精通医理，为此创编了一套药理学百科全书，通过精湛的医术为当地百姓治病。1913年到1917年，汗波喇嘛在圣彼得堡开设了第一座佛院。1926年，也就是他圆寂的前一年，他曾向僧众预言红色的恐怖即将来临。当时的人们不太理解，但是很快苏共便展开了反人类的大屠杀。在接下来的10年当中呢，苏共发起的反人类大屠杀导致了3000万俄罗斯人死于非命。1927年6月15日，
12世汗波喇嘛在圆寂前呢，吩咐僧众30年之后再去看他。寺院的喇嘛分别在1955年、1973年悄悄地打开过木棺，发现汗波喇嘛仍旧保持着打坐的姿势，肉身并没有腐坏。由于苏共镇压各种宗教，当时的僧众发现汗波肉身不腐之后呢，一直小心地守护着这个秘密，直到2002年才公开了这件事儿，引起社会各界的轰动。病理学家尤里坦波列夫呢，对不腐之身做了全面的检查，从头到脚都没有发现人工处理过的痕迹，也没有发现切口、缝合、注射等痕迹。汗波喇嘛的身体呢，保存得非常的完好，但又不是木乃伊。通常这制作木乃伊呢，需要取出内脏组织，进行一系列繁杂的防腐措施。但是汗波喇嘛的皮肤呢，仍旧保持着柔软的状态，这在木乃伊上是没有的现象。一般情况下呢，肉身也会随着生命的离去变得僵硬，出现尸斑。脂肪腐烂后呢，会产生尸蜡以及因腐败散发的尸臭。但是这些现象呢，在汗波喇嘛的肉身上都没有出现。他们经过福院同意之后呢，取走了汗波喇嘛少量的头发、皮肤和指甲进行研究。经过红外线分光光度法研究呢，发现汗波喇嘛肉身的蛋白组织还有活动特征。汗波喇嘛的头发、皮肤、指甲以及身体的其他组织呢，和在世的人没有差别。体内的蛋白质结构没有受到破坏，还和活着的人一样。对此，有人问过自维亚金，是否可以认为汗波喇嘛还活着呢？不，他的体温低于20度，这绝对是死亡的特征。一般提取的蛋白质在零下80摄氏度的环境之下，也只能保存3到5年。但是汗波喇嘛体内的蛋白质结构没有受到时间、温度和环境的影响，整整保存了90多年。俄罗斯国立人文大学教授伊尔绍娃说，当他们打开喇嘛长眠的棺柩时闻到了一股奇特的香味儿，而且发现他的关节呢很容易弯曲，肌肉组织也像正常人一样富有弹性。为何汗波喇嘛留下自己的不腐之身呢？他在世的时候曾经说过，当到了人们都丧失信仰的时候，那时我会现身，使人们重新思考生存的意义。不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是如何看待肉身不腐的现象呢？欢迎您在视频的下方留言告诉我们。好，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